哟，客官，这边请。哎，里边请。客官，吃点什么？吃过了。来壶茶吧。是。哎，我家大爷让你来壶茶，你没听见吗？是，10两银子，先付钱吧。哼，一壶茶10两银子。你们卖的是什么茶？大爷，我们日月星啊，开了也不止1年2年了，都是这个价。我问你，卖的是什么茶？什么茶都是这个价。你老没看见对面就是严阁老的府境吗？京里的尚书侍郎、境外的总督、巡抚来这里都是这个价。那要是比尚书侍郎、总督、巡抚还大呢，也这个价吗？那除非是严阁老了，可他老人家也不会来这里饮茶呀。那要是比严嵩还大呢？大爷也是宫里来的。就这个价，来壶茶。既是宫里来的，本店有凡例，一文不收，请稍后。回来。你刚才说也是宫里来的，是什么意思？大人有所不知，那边包房里也是宫里来的公公。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一起的，却各有各的差事。别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在这里。是。立刻回去告诉王妃，就说宫里也派人来这里看严府的动静。明白。落轿，落轿，落轿。这边放这儿，对，好，那边的快一点，把这边放这儿啊。好，都放好。还有这边，这个放哪儿？放这边来吧。来，放这儿。你们这些奴才，我来看爹，竟也敢疏离骨肉！再不开门，一个个杀了你们！回大爷的话，阁老有吩咐，今天不见任何人。传我的话，如果他不要百年送终的人，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断了他的根。这个，开门！把这放这儿。告诉他，我不要送终的人。是，到内阁之房找徐阶。快，起轿！来，去西园。备轿，快一点！起轿！快！石公公到底怎么回事？6部9卿压着2京1市3省这么多公事，居然没人管了。大明朝是不是把内阁都给废了？小阁老听谁说把内阁给废了？谁敢把内阁给废了？首辅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见人，倒让一个次辅把家搬进了内阁执房。现在司礼监又不让百官进内阁，这各部的公文还要不要票拟？这到底是怎么了？皇上知不知道？小阁老，你虽然已经不在内阁，我还尊称你一声小阁老。这些话似乎不应该是你问的，咱家也不会回答你。我是出阁了，
但一个吏部，一个工部，我还兼着差事，误了百官的事，误了给皇上修宫观的事，谁来担责？这么说就对了吗？有公事说公事。既然小阁老问到这儿了，咱家也就一并告诉诸位，内阁司礼监已经商议过了，从即日起，各部的公文一律在这里交了，我们会送进去。该票你的，内阁会票你；该批红的，司礼监会批红。至于各部官员，一律在此等候。来人，把严大人、还有高大人、张大人各部的公文挨次收了。是，各位大人，有公文的请交吧。石公公适才的话，严某没听明白，是不是从今日起，6部9卿所有的事情都由他徐阶一个人说了算？小阁老，我刚才已经说了，除了公事儿，其他的话，咱家一律不会回答。收公文，不愿意交的让他们拿着，先收愿意交的。交了公文的就没你们的事儿了，都先回去，明儿来取。但既然朝廷制定了规矩，户部的公文嘛，这就请石公公转呈徐阁老。户部绝不与兵部攀比，张大人必须进去。我愿意回户部等批文。小阁老，高大人的话你也都听见了。你也曾久在内阁，你觉得兵部是否应该到内阁面议呀？你们都商量好的事情，还来问我？我也回石公公一句话：玩猫腻的话，我不回答。我倒想看看你们玩什么把戏。来人！立即带领张大人到内阁直房见徐阁老。是。户部的公文就拜托了。张大人，请随我来。
军国大事，谁敢玩猫腻？等皇上砍头便是。回府。不交了！吏部、工部还有你们通政使司和盐务司的公文都带回去。走，我倒想看看，谁能一手把大明朝的天给遮了。交不交都请便。属下见过阁老。弄进来吧。阁老，这是800里旗地，今早发到兵部的。一份是浙江抗倭军情急报，另一份是宣府发来的抵御安达进犯的军情急报。先说浙江抗倭的军情吧。自5月，倭寇现陶渚，胡宗宪命戚继光部在台州一带已经跟倭寇打了7仗。这7仗打得很苦，打得也很好。现在倭寇已经退到了海上的倭巢。胡宗宪分析，近日内倭寇将会集聚兵力再犯台州。胡宗宪奏报，眼下最要紧的是临近省份的客军，必须在10日内赶到浙江沿海几个要塞城池，牵制倭寇，他才好部署戚继光部在台州与倭寇主力决战。接谭论急报，海瑞王永吉已审出郑必昌、何茂才受严世蕃、杨金水指使，毁堤盐田，勾结倭寇情事。今日之变，是否与此有关？江西、福建、山东的军力10日内能否到达？回阁老，江西派了一个镇，5000人。山东也派了一个镇，5000人。福建回奏，因为他们担心倭寇在浙江一战之后会转攻他们，所以无兵力可派。眼下的急务是，浙江军营和客军都急需军需粮草。仗在浙江打，军需粮草照例要浙江供给。赵贞吉那里是怎么呈报的？回阁老，赵贞吉左支右绌也是很难。浙江藩库空虚，他们只好将徽商收买沈一时作坊的50万银两先充作军饷。军情如火，杯水车薪，当务之急是否命浙江立刻抄没郑必昌、何茂才的家产，以解危局。赵贞吉手鼠两端，令人不解。导言在此一举，他为何将海瑞沈、郑必昌、何茂才供词做另案呈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务之急，必须将海瑞沈、郑必昌、何茂才的供词呈奏皇上。一个郑必昌，一个何茂才，所贪没的赃财，也未必能解得了危局。赵贞吉的难处比你我想的还要大呀！阁老，既然郑必昌、何茂才所贪没的赃财不能挽危局而灭贼敌，那朝廷更应该命赵贞吉去抄没其他贪墨官员的财产。大明的安危寄于东南，打好这一仗，上解军忧，下解民难。阁老，
天下之望这副重担，大家都期望您挑着。重担要大家来挑。你们兵部也可以给赵贞吉去公文嘛。那兵部可不可以说是奉了内阁的指令下的公文？可以。那属下告退。禀二祖宗，奴婢们给二祖宗送内阁票米来了。慢着！刚才谁在门外叫咱家什么来着？啊，禀二祖宗，刚才是奴婢在门外请见二祖宗。什么祖宗？咱家没听明白。你再叫一声。回二祖宗的话，奴婢……打住！你叫我二祖宗。是不是还有个一祖宗？这个一祖宗是谁？说来听听。奴婢不知道谁是一祖宗。那只知道有个老祖宗，是不是？禀祖宗，奴婢刚才可什么也没说呀。什么也没说，就什么还都能说。去，把外边当值的都给我叫进来。是。禀祖宗，奴婢把奴婢们都叫来了。你过来，咱家看看你的衣衫。衣衫，咱家说了，就要看看你的衣衫。你看看，都脏成什么样了？这都是奴婢早上新换的。咱家没有看出来。亏你还有脸在司礼监当差，蒙你叫了我声二祖宗，我成全你。浣衣局那儿的水好，你就到那儿洗衣服去吧。你不愿意去？宫里24衙门，司礼监当差是要修几辈子才有的福分。这里最小的太监，出去也见官大3级，一声二祖宗，此人便发到了最苦役的浣衣局。这个下马威，立刻将传遍大内。你过来，咱家也看看你的衣衫。不用，我就看看你胸口的那块补子。你是怎么混的？才是个7品。
去找你们的头，说我说的，明天叫他给你换块五品的补子，从明儿起，你就是五品了。谢祖宗的赏，谢老祖宗赏。刚才说了不算数，再降一级，换块6品的补子。从今天起，宫里没有什么老祖宗，谁要是再叫老祖宗，就到吉壤叫去。你们都听到了吗？回祖宗都听到了。在这里，不需要你们有什么能耐，懂规矩就是最大的能耐。从明天起，你们每个人都换块补子，都升1级。谢祖宗赏。没听见？谢祖宗的赏。甭跪了。有心为善，一律嘉赏；无心之过，虽过不罚。你刚才那个“老”字虽然加的不妥，但心还是好的。内阁之访现在怎么样了？什么情形？回祖宗，一切照祖宗的吩咐，各部都没让进来，只有张居正去见了徐阁老。严世蕃没有闹腾吗？回祖宗，他且闹腾呢。不过按祖宗的吩咐，石公公在那儿守着，他还敢闹腾到咱们司礼监头上去？张居正走了没有？回祖宗，他刚走。现在内阁当值房只有徐阁老一人。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贴身随从，带上公文，跟我走，去内阁。今晚我陪徐阁老披红。是。祖宗走好。不，看看这一套，在这儿，对。好了，快送过去。世蕃，世蕃，我。哎，你看这儿。错了，要宋版的那一套。宋版的，快！左传要胡汝贞手抄的那套。哎呀，快点儿过来吧！你来拿灯，我来找。算了，去把你们大爷叫来。阁老是不是说叫小人们去把小阁老请来？阁老，你老人家白天可是吩咐过，这半个月谁也不见，尤其不能让小阁老进府啊。可有人他就是不守规矩呀。许杰，今天下午不就在内阁见了张居正吗？是，小人这就去请小阁老。
陈公公，徐阁老，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徐阁老，不管怎么说，我都比阁老晚1辈。往后，只要阁老在内阁当值，我都过这儿来批红。请慢，陈公公应该看看内阁的票拟是否妥当，然后批红。皇上都信得过阁老，我当然也信得过。不管妥不妥当，有担子我和阁老一起担着就是。陈公公，这不合体制。以往内阁严阁老拟的票，吕公公都是会同司礼监各位秉笔的公公共同核审。这陈公公也是知道的。这样批红万万不妥。要不我一份一份的来念，陈公公听完以后，该批红再批红。徐阁老，严阁老你的票，吕公公是每次都叫我们几个一同核审。徐阁老知道，哪一次李公公也没有改过严阁老的票拟，他们那都是在做过场。皇上现在将内阁交给了徐阁老，将司礼监交给了杂家，咱们就不来那些虚的，共事于君。对主子讲的是个忠字，对彼此讲的是一个信字。我是打心眼里信得过阁老，要不下午晌在门口怎么会挡着严世蕃，只让张居正进来呢？徐某深谢陈公公信任，可朝廷的体制万不能以私相信任而取代。何况徐某现在只是次辅，只不过因严阁老养病，阁老，眼下这个局势，阁老还认为自己只是暂属吗？皇上朝廷并没有要调整内阁的任何旨意，徐某当然只是暂属内阁事务。徐阁老有句话，大概听过吧？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近日，徐某重读韩昌黎记12郎文，韩公有云呐：“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如而死也。”徐某已60有5矣，虽不似韩愈当年之齿落毛衰，可眼也昏了，耳也背了。刚才竟一阵耳鸣，现在还是一片嗡嗡之声。陈公公刚才2句话，老夫一个字也没听见，望公公见谅，还望公公不要再说了。既然阁老如此不耻杂家，杂家就将阁老的票拟带回司礼监，慢慢核审好了。接着，掌灯，准备册纸，老夫出宫。
徐阁老，请留步。黄公公，这4句诗，打的是4个字，皇上在等阁老将谜底呈上去呢，就写在玉笺下面吧。爹，爹，我来吧。先擦把脸，喝口茶。爹，我不累，一会儿就搬完了。那下韩昌李吉帮我找出来。啊，刚才看见的。爹，在这儿。你现在要吗？把那一卷记12郎文那一卷找出来。我不看了，你给我念吧。就念吾自今年来那6句话吧。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蚁；动摇者，或脱而落羽。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即何不从汝而死也？知道爹为什么让你念这段吗？无非还是在责怪儿子罢了。爹是老了，但儿子也没想在您老这个年岁跟您招风惹雨。20多年了，我们杀的人、关的人、罢的人那么多，爹想早点安度晚年，他们也不会放过你。儿子要不在前面给你顶着，还有谁能替爹在前面顶着？就凭你们几个人到西园进门去闹，那也叫在前面替我顶住了。你爹也就1天不在内阁，你和罗龙文、颜茂卿就没有一个人能进得了西院那道门。张居正就进去了，
就能够和徐阶策划于密室，传令于天下。那天我要是真死了，你们不用说，到西院去闹，坐在家里，人家也能一道令把你们都抓了。今天的事，爹在家里都知道了。你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知道。我还是首辅，是大明朝20年的首辅。20年，我治了那么多人，朝局的事我敢不知道吗？老虎吃了人还能打个盹儿，你爹我敢打这个盹儿吗？爹，他们到底想干什么？爹知道吗？我刚才问你的话，你还没回答我。知道爹为什么要让你念那段？那我就告诉你，这几句话是在半个时辰前，徐阶在内阁对陈洪说的。徐阶的意思是说，爹老了，要和陈洪一起把爹扳倒。他还不敢，他也没这个能耐。陈洪是想占吕方的位子，他徐阶现在还没这个胆量，就是让他做，他也坐不稳。知道为什么吗？皇上还离不开爹，是大明朝离不开你爹，大明朝离不开你爹。20年了，你爹不光是杀人、治人、罢人，也会用人。国库要靠我用的人去攒银子，边关要靠我用的人去打仗，跟皇上过不去的要靠我用的人去对付。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只要用对了人，才是干大事的第一要义。这几年我把用人的权利都交给了你，你都用了些什么人呢？郑必昌、何茂才。昨夜浙江800里基地送来了他们的口供，他们都把你卖了，你知不知道？这两个狗日的，上班！我立刻叫人上班，我要杀了他们，杀了他们！你怎么上班？上谁的班？杀了他们，杀不杀你？去，坐到书案前去。拿起笔，我说你写。入真仁兄台监。爹是让我给胡宗宪写信，不是写信，而是谢情，还有赔罪。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这么信他。这今年的改稻为桑，要不是他从中作梗，这后来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儿子不知道还要谢他什么情，还要跟他赔什么罪。惠帝盐田做了天孽，要不是他9个县都淹了，
几十万人都死了。查下来，有多少人头落地？他一肩把担子都担了，这个情不该泄吗？你们几个还罢了人家的浙江巡抚，还不让他见我，让个郑必昌、何茂才闹腾，还弄出个什么通倭的大事，人家暗中都给平息了，这个罪该不该赔？拿出你写青词的那些小本事，就说自己糊涂，用错了人，叫他看在我已经老了，请他务必做好一件事。什么事？杨君水就要押解到京师，让他一定在这半个月以内打好几仗，稳住东南大局。这些事不说他也会做。听了，打好了这几仗就休整。倭寇不能不剿，不能全剿，这才是要紧的话。朝廷不可一日无东南，东南也不可一日无胡汝珍。倭寇在，汝珍就在。汝珍在，就没有人能扳倒我们。
拦住，马上带一部分人掩护胡部堂。是，快！胡堂，暂时离开吧。胡堂，这里太危险，暂时离开吧。请救胡堂大人！弟兄们，跟我走！胡堂，赶紧离开吧，胡堂！没有时间了，胡堂，保护胡堂！开口！毛来大姐，你开！是干嘛呀？快！是干嘛呀？快！快呀！过去据载，明嘉靖40年7月，楚元军未到，军需不济之困境，胡宗宪竟亲督戚家军发动了第8次台州抗倭大战，其身冒炮矢，意在殉国，以权忠民。赖戚家军将士奋勇血战，他没能殉国。该次台州大捷，促成了与为患10年之倭寇最后决战的态势。忠诚，忠诚，万世之功，万世之功啊！请坐吧。你刚才说各省援军的军需还差多少？回忠诚，胡部堂说，山东的援军至少需20万两军饷，江苏、安徽的援军至少需30万两军饷，并限期7日内必须押到。浙江藩库的库银还有多少啊？属下已多次回禀大人，几次大战下来，几个徽商的定金都早已花完了，浙江藩库哪里还有库银？那就抄家，立刻去抄。请问大人，抄谁的家？郑必昌、何茂才。郑大人、何大人已经定罪了。他们定没定罪，和你押解军饷有什么关系啊？卑职只是想提醒大人，如果朝廷还没有定罪就抄他们的家，大人是要担干系的。那我就不担干系了。3日内，军需送不到军营，担干系的就是你了。你就从家里拿50万两银子送去吧。这是怎么说呀？
不抄郑必昌、何茂才的家，就抄你的家。大人，卑职只是粮道，只有押粮的兵，没有抄家的兵。哦，谭大人正好在这儿，是不是让聂司衙门的兵去办这个差啊？谭大人，您都听到了吧？这就是浙江的官员，一个粮道，也敢指使巡抚还要按察使去干差事。聂司衙门是有兵，我一个也不派。你现在就带着押粮的兵到你家里搬银子，200兵搬50万两银子，人手足够了。卑职这就去抄郑必昌、何茂才的家。来，帮把手。有了这次大捷，是年倭患肃清在即，忠臣应该立即向朝廷报捷，给胡伯堂请功，给戚继光和所有将士请功，鼓舞士气，下一仗就好打了。报捷的奏书我已经拟好了，等你联名签署以后，明早就发。你先洗个手。忠臣的后援之功，也不能埋没。这个书由我来写，我替你请功。我这个功就不要提了，只要不见送京师，就是万幸。是不是秦案的事，朝廷说什么话了？内阁司礼监送来的急递，都是责问清案的，你自己看吧。其实都是意料中事。海瑞审郑必昌、何茂才的供词，把内阁和司礼监全都搅了进去。内阁和司礼监当然要把气都撒在我的头上。我算是把2大中书全给得罪了，这样也好。革了职，便再无案牍之劳神，回泰州搞我的心学去。真要问罪，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8百里加急的急递是下给我们2个人的。2天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你这时才拿给我看？2天前拿给你看了，你能给朝廷回话吗？能不能回话，该怎么回话是一回事。事关亲案，我还是复审。海瑞和王永吉也是钦定的陪审，总不成你一个人在心里琢磨，是不是会革职问罪，把我们撇在一边，把朝局也撇在一边。2天过去了，你到现在才拿出朝廷急需回话的急递，到底算怎么回事？还有一份兵部严令我火速供给胡伯堂抗倭军需的急递，是发给我浙江巡抚赵贞吉一个人的，在我的案头也压了1天，这我就不给你看了。还有一封张太岳的密信，暗称是奉了徐阁老的认可写给我的，本也不该给你看，但是为了回你刚才的话，我也给你看看。东南一句冰山消融，亦去我大明20年之乌云。只在我公署名签发海瑞所审供词举手之间，正合2逆之供词，但能上呈皇上御览，则我公之清明必将共天日而通辉。内阁和司礼监将海瑞所审的供词打了回来，叫我重审。张太岳却叫我在原供词上署名再报上去。换上是你，该怎么办？我跟你共同署名就是。这个时候，这种时局，10年倭患，一朝肃清，也就是这1、2月之间。胡伯堂正在前方统帅数万部族，正与倭寇决战，我们却要在这个时候
将他已经审结的毁堤淹田掀了出来，还要牵涉到皇上已经默认过的结案。这样的供词，以你我的名义再报上去，且不说内阁和司礼监如何恼怒，奏呈皇上，圣意是将胡宗宪揪出来问话，还是将你我揪出来问话？不要忘了，你和我背后都牵着誉王。事情还是应当两看。毁堤淹田，毕竟是严世蕃主事，追下去，胡宗宪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过。10年倭患要除，20年严党乱政更甚于倭患。孟景兄，章太岳的书信绝非是他一人之意，虽然书信里没有提到我，朝廷真要追查，我和你共担此责，你我再不牵扯他人就是。那就让你来当这个浙江巡抚，我跟着你署名同担此责。我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筹措军饷，还有今年朝廷需要的50万匹丝绸。这2条办不到，不要说倒盐，徐阁老他们在朝里只怕会先倒。誉王没有信，徐阁老没有信，单凭他张居正这2页8行书，我不会置朝局于不顾，跟内阁和司礼监对着干。不用再说了，把清案人员立刻召集，宣读内阁和司礼监及第，重审供词。由谁来重审？当下的时局，我不能牵扯进去，你也不能牵扯进去。当然，仍有海瑞重审。中丞大人，郑必昌和茂才已经押到。督促前方军需的事儿，让诸位久等了。锦衣卫的上差呢？为什么没有来？说他们并没有接到上命。这2道急递既然是寄给浙江衙门的，他们就不必来了。我料他们也不会来。内阁和司礼监，嘉靖40年7月1日，800里加急急递，请接浙江800里急递所呈正犯毕昌、合犯茂才所供罪状，览之不胜惊骇。正合2犯上爵江南织造局之国帑，下刮浙江百姓之趾膏，唯财是贪，何之敌理？为逃罪责，竟然肆意攀扯，震撼朝局，是其贪墨之罪，尚可按律论定；而其疑惑之心，虽凌迟难诛。没听明白吗？那我就将要紧的几句再读一遍。正合2犯，唯财是贪。我有令卿禀报，是其贪墨之罪。毁堤淹田，是小阁老写信让我们这样干的。而疑惑之心，虽凌迟难诛。罪员并无意攀扯，都是海瑞逼的。罪员愿意将原供收回。毕昌兄，
你不是一直喊冤吗？罪员并未攀扯，供状上凡攀扯之词，都是问官海瑞所述。浙江巡抚赵贞吉等一干亲命官员，奉旨主审要案，该何等名甚？今竟容郑和二犯一罪攀扯，扰乱朝局，事成何心？现将原呈供状致回，着即重审。勿将实情7日内呈报朝廷。倘再有不实情词，则问官与犯官同罪。罪员愿意将实情重新招供，但请忠诚大人亲自审讯。罪员也愿请忠诚大人亲自审讯。居生淮南则为局，生于淮北则为止。前问官所审供词是一种说法，后问官所审供词是另一种说法。这样的供词能够再上报朝廷吗？原来谁审的供词，现在还是谁审。还有7天日期，2天审结，第3天800里及第5日内必须送到京师。赵大人，赵大人，不能让海瑞死！上面如此，那就只能请海知县重审。王知县笔录，当然由我重审。来人，在！赵大人，将郑必昌和茂才押回大牢。是。海瑞审呐！我冤枉！赵大人，赵大人，你亲自审问！冤枉啊！我求你了！赵大人，朝廷的意思你都清楚了。朝局为重，时限紧迫，连夜重审吧。内阁和司礼监的极地，用意是诱使二犯翻供。当国者何以如此？可赵忠诚作为主审官，接到这样的极地，也不和陪审朱元商议，便当着2名罪犯公然宣读，致使2名罪犯当堂翻供，这就殊不可解了。赵忠诚给了我2天期限，用不着连夜就审。今晚我得回去好好看看，这份供词到底有何不实之处？到底是谁在搅乱朝局？谭大人，朝廷怎么想我不知道，可这里的事，赵忠诚和谭大人，你们比谁都清楚。现在把担子全压在海刚峰一个人身上，你们当时就不该举荐他来。王永吉，站住！哎呀，刚峰兄，你总算来了。这2天你去哪儿了？你在找我？赵忠诚、谭大人都在找你。哎呀，不说这些了，就剩今晚的期限了，咱们赶紧重新审案。
这个案子原本是我审的，既不干赵忠诚的事，不干谭大人的事，也不干你王知县的事。两绑科甲从来取的是乡愿，这个案子还是由我这个举人来审吧，请王知县回避。韩知县，你也把我大明进士出身的官员都看得太低了吧？要说原案，不光你一人的事情，我王永吉的姓名也在上面签着呢。原案你只是个记录，记录本是书办的事，今晚审案，仍由书办记录。回避吧。你要不走，我就不审。请便，你不审我审。润莲兄，我家里有老母幼女，你答应我的事情忘了？可有多少母老子少弃于饥寒？高峰兄，竟忘了？贤者润莲，我不如你。待郑必昌、何茂才，貌似刚直，内藏沽名之心。你坛子里现在看清楚这个海瑞是什么人了吧？不用等了，此人逃回淳安县，任他天下人唾骂。这个案子，你我都必须今晚亲自审理了。明早，连同重审的奏书，附上参奏海瑞的奏书，革去此人的官职，再行论罪。海瑞应当不是这样的人，能不能再稍等片刻？我们等他，朝廷可不等我呀。北郊，去聂司衙门大牢。禀忠诚大人，海知县找到了。在哪里？回忠诚大人，正在大牢审讯郑必昌、何茂才。请问忠诚还被不被叫？去不去大牢了？不去大牢了。今夜我和谭大人就在此处理公务，通知厨房备些饭食。还有，海知县、王知县一到，立刻引荐。是。修自身易，修官身难。我对那个海瑞刚才的揣度过于操切了，可此人行事实在是令人难以以常理夺之。看起来重审的结果还会让你我为难。无论如何，我坐在这个位置上，要能够向朝廷交代。望子立兄务必与我同心呐！等结果吧。岂有此理！既说不是毁堤淹田，又说贪墨修河公款，以致河堤坍塌，你们也不知情。一个身为布政使，一个身为安察使，你们说得过去吗？当时胡步堂还是浙江巡抚呢，他不是也不知情吗？我们这个案子早就审结了，是杭州知府马宁远、河道监管李玄连同几个知县干的。二位清官，你们可以去调原案卷看嘛。那个十四郎呢？原来一直在聂司衙门关着，为何能跑到淳安去卖粮米？何茂才，
聂司衙门一直是你管的，你也不知情吗？倭寇劫狱的事时常发生，王大人为何不去查问，是不是淳安县的刁民齐大柱他们干的？我们刚才说的话，请二位清官记录在案。他们说的不错，请将两罪犯所招供词一一记录在案。王大人，请记录。记录完了，完了，请画押。这就画押了？是，请画押吧。我画。且慢。看看供词。你的也要看吗？当然要看。阁员深谢清官明镜。清官如此明察，阁员心服口服。是不是明镜，是不是实察，现在说还早了点儿。来人，在，将二人押到隔壁路房，让他们在那儿好好听听。是。走！哎，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是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好的。带蒋千户、徐千户。跪！问你们两件事，你们如实回答。今年5月，新安江大水，你们当时带着兵是在哪个县的闸门边看守？回海老爷，小的们是聂司衙门的千户，守大堤是河道衙门的事儿，小的们怎么会去啊？那天晚上你们在哪里？自然在家里睡觉。这里有你们下属士兵的供词，有200余人签名。他们都说那天晚上，蒋千户带了100兵去拆淳安县大堤的闸门，徐千户带着100兵去拆建德县大堤的闸门。给他们看。徐千户，你现在还说那天晚上在家里睡大觉吗？小人记错了，那晚确实奉命去了建德大堤，可不是拆毁闸门，而是防护堤坝。这是不是也是你的供词？没错，小的那晚确实去了淳安，
也是为了防护的吧？你们可以不招，有这200人的证言，本官也无需要你们的供词。将证言存档。第2件事，倭寇井上14郎一直是你们奉命关押的，他是怎么放出去的？为什么一到淳安县就诱陷灾民？那日何茂才将他从淳安带走，也是由你们带兵押送。现在这个人却不见了踪影。你们不会说2次放走倭寇，那个时候你们都在睡觉吧？倭寇遍布浙江，许多走私反民都与他们勾结。那个井上14郎就是齐大柱那伙反民劫狱救走的。海大人当时不杀他们，之后才让他们半途跑了。你们，哎，王大人，海大人现在愣要追究我们，我们也没话可说。这也就是你们当初在淳安县大牢准备放火将本官和倭寇一起烧死的原因。大人，我们几时放过火了？你们当然没有放火，不然的话，本官也不会坐在这里审你们了。带证人。见过海老爷，见过王老爷。因事作证，就不给你们设座了。啊，这个规矩卑职理会，卑职站着作证就是了。大人尽管问，小人保证有一句说一句，没有半句假话。这2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看着眼熟，记不起了。是他们。你呢？小的们在聂司衙门当差，全省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州县，哪能都记住啊？他们说不认识你们，那你们认不认识他们？无耻之有，无耻之有！老爷，这2个凶犯如不用刑，他量其不招啊！你不认识我们？你个狗日的混账王八蛋！当时拿刀架在老子脖子上，逼着老子放火。老子说不会写字，不会写字，你们还硬逼着老子把名字给签了。怎么着？现在反倒说不认识老子？你认不认识老子？不是，如此串联逼供，我们要见赵忠诚，要见谭大人。见赵忠诚，见谭大人。赵忠诚、谭大人都是裕王爷派来的，他们不向着我们海老爷，倒向着你。做梦吧！去！哎呦喂！把他扶起来。行，我。哎呦！我踹死你！我不许胡闹，站到一边去。你们看看，他们逼你们放火烧牢，是不是这张字据？回老爷，正是。田县城，拿给他们过目。睁大你的狗眼看看，看看！哼！你是在责备他，为什么当初没有保住这张字据？我现在就帮他告诉你，这个字据是当时总督衙门的亲兵亲自缴获的。再不招认，胡部堂自可亲自向朝廷奏陈此事。2次放走倭首井上14郎，到底是你们自己所为，还是奉命行事？
大明律载有明文，奉命行事者是公罪，公罪不究。属下是奉命行事。你呢？属下也是奉命行事。奉的谁命？行什么事？江千户答话。属下是奉了按察使何大人之命，忘了经常侍奉。因何情由？回话。因淳安灾民不愿卖田，何大人就想做他们一个通倭之罪，下以警版。王大人，可否画押？可以画押。押下去。田县丞，属下在。我是奉亲命办案，淳安的事还要你赶回去操劳，你就不能歇了，连夜赶回县里吧。属下连夜就赶回去。小的给海老爷磕头了。起来吧。谢大老爷。走吧。靠击！离天亮还有1个时辰，宋城、赵中城还来得及。原案是我的封印。重审，当然用我的。带郑必昌、何茂才。